大家好，我们是维，这是挖新坑哦，没错，又是新坑。这次要带来是角色剧情哦。那我们这个单元叫阿维说书，不单单只是斗阵 Apex， 任何游戏我们都可能会制作哦，大家可以先看看，喜欢的话可以订阅哦，就不会错过了。好，这次要带来的故事介绍是我斗阵特工中最喜欢的角色哦，也是新手的福音角，没错，他就是士兵76。士兵76又有超稳的步枪和超痛的旋风火箭，还自带补血弹，还有自动瞄准，给对方巨大的压力哦。重点是什么？它可以跑步哦，没错，让玩过其他射击游戏的朋友可以无缝接轨。76就是这么万用的角色，76在游戏中出现率也非常的高哦。不过大家在游玩76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它的名字这么特别？有一次我在买它的造型时哦，发现了76的角色叙述写着：士兵76被各国列为追捕对象哦，为了揭发捍卫者解散的真相，他孤身发起战争。我就觉得不对哦，一个小小的士兵怎么有办法让各国追捕哦？我以为是宇智波鼬。于是我就去查了查他的故事哦，发现名字叫士兵，结果是指挥官。这集影片我们就带大家聊聊哦，热门新手角色士兵76的背景故事哦。那因为网络上已经有很详细的剧情介绍了，我这边就改幽默一点的方式说，希望大家喜欢。在影片开始之前，先进一段小小的案例时间。你有听说过无尾吗？你有听说过乱交人吗？没错，这是我们频道哦。最近我们频道快要10万订阅了哦，只要有10万订阅，我们就能获得 YT 高高。订阅我们，你们可以第一时间知道欢快的影片内容与实用的游戏资讯。我们还会举办 Apex 的比赛，如果你想获得比赛资讯或是看高手们对战，现在就订阅无尾频道吧，而且订阅不用钱哦，赶紧的。曾经有个热血少年，名为杰克·莫里森哦，这边我们叫他大壮哦，不只是莫里森。莫里森在18岁时哦，投身军旅哦，跟我一样，我也是18岁那年哦，被我妈叫去全志愿役哦。莫里森原本打算在军队服役一小段时间，数个馒头就回到家乡农场打工。但是莫里森就跟每个主角一样哦，个人特质与运气点满。军方高层马上就注意到这位充满了勇气与诚恳的战士哦，所以他马上被安排加入了政府一项极具争议性的实验项目，就是士兵强化计划哦。在接受改造之后呢，这些士兵可以获得异于常人的速度、力量与敏捷性哦。干，这剧本我他妈看过，这就是美国队。当莫里森成为超级士兵的隔年后，人类发生了一场关乎生存的重大威胁，也就是斗阵特工历史中最重要的战争——致谢危机。人类在未来时期机器人 AI 的发展非常蓬勃但在某天，机器人无预警的对人类发动攻击且制造一支军事化的机械军队。各国政府的军队一开始并没有办法有效的阻止他们进攻，直到几年后，美国政府赶紧组建了一支精英部队而他们就是我们熟悉的捍卫者 Overwatch。这支部队集结最强悍的战士与科学家，之后便展开对机器人的反击理所当然，我们的超级战士莫里森也加入了捍卫者。与他一起加入了还有同为士兵强化计划的战友高级军官加布里埃尔·雷耶斯。好了，我们都知道他是死神，不过这边我们先叫他们雷耶斯。捍卫者一开始是由雷耶斯领导，但雷耶斯的领导能力实在普通，反而是莫里森这位士兵带了整个团队团结一心，最后击败了机器人，终结了致谢危机。为了感谢莫里森在战斗中的表现联合国将他任命为捍卫者第一任官方指挥官没错，这个士兵直接变成了指挥官大跃进但升官并没有为莫里森带来太多好处反而雷耶斯超级不爽，两人的隔阂也为未来的悲剧埋下伏笔。完结致谢危机之后，斗阵特工们成为全世界的英雄，但里面最有名气的还是我们的杰克·莫里森。在莫里森的领导下，捍卫者在宇宙探索、医学研究以及各式发明都取得了空前的进展。而且莫里森在起飞之后并没有开始飘他开始亲自训练新特工，将捍卫者的理念传输给他们。人类的未来看起来和平又繁荣，但不出意外的话，就该出意外啦。在捍卫者前途一片光明时一堆莫须有的罪名开始加在捍卫者身上，管理腐败、行动失误、过度开发武器、藐视人权等等这时的捍卫者还没有被彻底的打垮，直到在瑞士的总部被炸毁之后，捍卫者最终只能解散。不管是叛变还是外敌导致的爆炸雷耶斯消失不见，莫里森则是剩下一个墓碑，但没找到尸体。以上就是莫里森的故事。接着我们来进入今天的主角士兵76。
在士兵76的出生来历动画中，或是游戏造型中，就可以确定士兵76就是捍卫者指挥官莫里森。但你们觉得故事就这么简单吗？士兵76就是莫里森吗？我个人认为76是莫里森的其中一个性格哦。剧情中76虽然说他在爆炸中没死哦，但后面又补上部分的我确实死了，部分的我确实死了。这边我想这是76认为自己的光明面已经逝去了。这时候我们就要回到士兵76的角色介绍。士兵76被各国列为追捕对象，为了揭发捍卫者解散的幕后真相，他孤身发起战争。那为什么他会被各国通缉呢？因为在揭发捍卫者解散的真相同时，他在各国都发起了恐怖攻击事件哦，譬如攻击捍卫者设施、地下公司、金融机构，连手上的武器都是去偷的哦。在官方故事中，对于士兵76的叙述是这样的：76的胆大妄为和不顾人命安危的做法，证明他并不是出于崇高的目的，他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一个对我们社会造成可怕影响，如同国际罪犯一样的恶人。但士兵76真是如此吗？曾经正义的莫里森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吗？在《斗阵特工：英雄》动画中已经为我们解释了一切。动画发生在墨西哥的多拉多，一位小女孩出门买东西时遭遇到猎古帮的抢劫哦。虽然动画上看起来像是76专门为了救她哦，但我认为76本来就要铲除猎古帮哦，只是路上刚好遇到抢劫的事件。在76即将铲除猎古帮的时候，对方却往小女孩的位置掷出手榴弹。此时可以看出76很明显的犹豫了，说是犹豫，不如说是莫里森与士兵76行事作风的拉扯。一边曾经是道德领袖、人类救星，一边则是施行正义不择手段的恐怖分子。那最后很明显哦，士兵76仍然是那个正义的莫里森，他放下了对猎古帮的追杀，转而保护了小女孩。尽管遍体鳞伤，但他仍不后悔哦。当小女孩问他说：“你干嘛不医哦？一直在吃怎样？”而76回他：“老袁氏了，戒不掉。”接下来，小女孩与士兵的对话与互动，才是整个士兵76剧情的精华。这几句对话完全表达士兵76内心的煎熬与想法。你为什么救我？老习惯了，戒不掉。快回家吧，外头可不安全。你是救了世界的英雄，对不对？现在不是了。从老习惯了，戒不掉，与现在不是了，这两句无奈的回答，就可以知道士兵76其实还是那个莫里森，只是做事的方式变了，时代对于捍卫者的看法也变了，但英雄仍然是英雄。OK， 那以上就是士兵76的身世与故事哦。虽然故事出很久，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知道了，但我身为 OW2 的新玩家，还是对于这些感触很深啊。就像当年英雄联盟的角色故事一样，真的很吸引我。最后，我想问大家哦，如果你们是士兵76，在拯救人类之后，却惨遭背叛与挞伐，曾经一手经营的组织也分崩离析了，有没有黑化复仇，还是维持原则，保持正义？最后再提一些士兵76的彩蛋。如果你在制定房中哦，叫电脑选一堆士兵76，就变成士兵77、78、79、80哦，以此类推，蛮好笑的。再来哦，士兵76其实是同性恋，恋人名为文森特哦，这些在官方小说《守护神》中都有提到。好啦，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剧情类的影片哦。我知道还有一些剧情我没有提到哦，但怕准备不足与篇幅问题就跳过了。以后会再尝试更完整的解析。如果我讲错或是需要补充的地方，欢迎留言跟我们说。那喜欢这个风格的朋友，记得帮我们订阅一下哦。我是吴威，感谢你们今天的观看，我们下次见。我们回来了。